菲律宾船只强闯黄岩岛和仁爱礁附近海域，并危险冲撞中国海警船后，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锡联于12月11日紧急会见了非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并当面提出严正交涉，强调中国对黄岩岛、仁爱礁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敦促菲方停止采取可能导致事态升级的行为。12月11日晚些时候，菲方声称已召见中国大使，并向中方提出外交抗议，还威胁称将认真考虑是否将中国大使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马尼拉当局最近闹得很欢，为何不惜自断后路，非要把中菲关系逼进死胡同呢？很显然是背后有大国撑腰。就在碰船事件发生后，美国就跳出来为菲律宾撑腰，声称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地区。紧接着，英国外交部也发声，指责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不安全、不专业，还搬出了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要求中国遵守裁决结果。很显然，英国此举是为了配合美国，营造出菲律宾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假象，也是在蹭热度，借南海问题扩大在地区事务上的话语权。美英都是域外国家，在南海也没有领土争端，为何要急于站出来拉偏架？当然是针对中国，服务于遏制中国的战略。另外，秉承一贯的殖民者思维，域外某个地区局势越是不稳，自己越是有利可图。菲总统小马克思年初1月3日至5日访华，双方签了14项合作文件。小马克思还曾当面做出过承诺，称南海分歧不应该成为中菲关系的全部，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回国后撤换了对华强硬的菲军总参谋长巴东诺·瓦卡罗。大家都以为中菲关系将进入新蜜月期，哪知道高估了小马克思这个富二代的人格信用。1月23日，小马克思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中国造成了中菲两国近期的冲突。后面的事情大家都清楚，美国跳进来搅局之后，马尼拉政府迅速倒向了美国。今年一整年都是中菲关系非常艰难的一年，究其原因就是菲方在美西方集团的支持下，将两国在南沙海域的分歧最大化。菲律宾始终对中国领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意图强占南海岛礁，而美国显然不嫌事大，与菲一拍即合，狼狈为奸。菲律宾甘愿充当美国在南海的马前卒和打手，为美国火中取栗，并引狼入室，增加军事基地，最终都只是满足了美国的利益而已。中国方面当然也不会再惯着他。菲律宾近期在南海问题上的挑衅，明显是在试探中国的底线，尤其是在菲军参谋长布劳纳乔装打扮混进仁爱礁后，此举虽然改变不了我国实控仁爱礁的事实，但影响却相当恶劣。12月15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回应了菲方船只故意碰撞中方执法船，以及菲军人员混进仁爱礁炒作一事，强调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什么必要措施？14日，关注南海局势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海洋之光项目主任鲍威尔发文称，卫星拍摄到大批中国船只不同寻常地集结在周边区域，并进入仁爱礁环礁内部，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过去中菲船只在仁爱礁的冲突平息后，一旦菲方补给船和海警船离开，负责封锁仁爱礁的中国船只通常会返回最近的梅吉礁。这次的情况与以往不同，冲突平息24小时后，中国舰船非但没有撤离，反而有多达27艘船只聚集在仁爱礁浅滩外侧，其中包括1艘海警船和26艘渔船，另有11艘船只驶入环礁。最近时距离菲律宾那艘非法坐滩军舰仅2公里。由于有船只没有开启 AIS 信号，当天仁爱礁聚集的中国舰船很可能还有更多。鲍威尔认为，
这次中方船只不同寻常的集结是在勘测水文条件，了解浅礁位置和航道水深，或在为强行拖走马德雷山号做准备。马德雷山号解体在即，菲律宾今年的所谓补给任务频次也大大增加，加上马尼拉新政府的谄美抗中的政策，导致仁爱礁今年风波不断。小马克思在不断地打南海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支持率。对中国而言，可以考虑等待该舰解体，然后以适当方式进行处理。而如果菲律宾非要联合美国搞事情的话，则必须考虑强硬应对，甚至直接拖走也是可能的备选方案。美国人似乎也很在乎这艘军舰，美国正试图向菲律宾支招，以确定如何保持这艘坐滩军舰的存在。因为虽然美国动不动就拿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搞军事恐吓，但美军肯定不敢动手，所以只能是想办法拖着。今年5月初，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塞缪尔·帕帕罗在接受日经在线采访时表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可以随时帮助菲律宾对仁爱礁进行补给。如果任由这种事情发生，必将对我国控制仁爱礁制造严重障碍。菲国内也有人出馊主意，菲议员埃斯库德罗甚至提出要在仁爱礁直接修建建筑物，为此还要求议会提供1亿比索的拨款。菲律宾现在连运建材上马德雷山号都很难，要想当着中国海警的面在仁爱礁修建筑物，那就是痴人说梦了。中国海警的水炮能打坏菲律宾的船只，也就能把那些所谓建筑物给送入海底。而且如果菲律宾是想要比基建能力的话，那更是选错了对象。如果中国把天津号挖泥船也调过来，菲律宾就知道什么叫做基建狂魔的鬼斧神工了。仁爱礁主权属于中国，中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一些事情。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自从美军滨海战斗舰吉福兹号12月4日擅闯仁爱礁之后，在距离仁爱礁最近的美济岛基地，解放军已经部署一艘 052D 驱逐舰，一艘 052C 驱逐舰，一艘 053H 护卫舰，一艘 056A 护卫舰，一艘072型坦克登陆舰，以及2艘022导弹快艇。这个兵力不要说守卫仁爱礁，就是全歼菲律宾海军也够了。而且美济岛距离仁爱礁只有大约38公里，菲律宾船只敢有任何异动，随后赶到的中国海军舰队都可以将其团灭。菲律宾国内也不是所有人都掂量不清轻重。菲律宾马尼拉时报12月15日刊文，没有什么比最近几天越南和菲律宾大报头版的照片更能说明我们极其错误的外交政策了。我们报纸头版出现的是中国海警船驱赶受雇于非海岸警卫队的小船的场面，还有爱出风头的牧师在甲板上做弥撒。与这些愚蠢的戏剧性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领导人6年来首次对河内进行了国事访问。越南报刊头版都是中越领导人微笑握手的照片。就我们而言，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跌到最低点，低能的参议员甚至提议切断我们与这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今年前9个月，中国对越南的投资达29亿美元，目前占越南外国投资的 15%。 相比之下，中国同期对非直接投资只有1220万美元，低于去年的1480万美元。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难怪越南人均 GDP 已超过我们。非理性和彻底的无知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支配着我们领导人的思想，这证明了美国宣传的力量。不得不说，这篇文章的作者相当清醒，当然清醒的远不止他一个。菲律宾 SM 投资集团副主席施蒂斯已经公开喊话马克思，要求不能得罪中国。施蒂斯认为，中美之间的事，菲律宾没必要卷入，完全可以寻求和平谈判来解决争端。SM 集团开设大量购物商场，其业务足迹甚至遍布中国内地。另外，
这个家族还深耕金融行业，并且是菲律宾书店网络运营公司的股东之一，该公司约有 40% 的股权由中国企业持有。施蒂斯声称，中菲是邻国，没法取代，而中国离菲律宾太近，菲律宾不能搞太多敌对动作，不管发生什么，都需要通过和谈来解决问题。菲律宾实际上并非铁板一块，施蒂斯代表的家族也只是菲律宾的一个阵营而已。而菲律宾的派系门阀很多，各自都会为了利益最大化而站队，或者是选择政治倾向。马克思自己的家族也是两头押宝，其姐姐伊梅坚定支持中菲关系发展，并且他也更倾向于与亲华的杜特尔特父女站在一起。由于立场相左，马克思和他姐姐似乎不怎么亲近。为了解决目前的仁爱礁困局，到了适时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候了，用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维护主权的坚定决心，也为下一步在仁爱礁吹填造岛和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奠定基础。需通过严防死守，彻底割断菲律宾军舰的供给，最终让菲方知难而退，主动放弃。